者还是真心机 ，offer 期里的张诗雯风评为何会两极反转？第一期还是能力超强，为队友托底的好搭档，结果到了下一期就变成没有领导能力，还以探班名义打探对手进度的新机构，甚至还因镜头占比比较大的原因被网友怒批背后有人。真相究竟如何？待传媒一一为大家剖析。传媒勾住语料，传媒开始爆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大传鱼哇。这期 offer 追到现在，几位学员中给传媒反差感最大的一定当属张诗雯了。第一期中，张诗雯作为第1名面试的选手，不仅没有怯场，反而身体力行的给观众们带来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面试模板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张诗雯，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，本科主修播音主持艺术，辅修新闻学。绩点第2名，保研到了中传，继续就读播硕。这5年在3大央媒都有过实习。我都干了什么呢？在珠海航展，淋着大暴雨追歼20，在零下19度的宁夏滩阳的羊圈里面追滩羊，在杭州扑通一声跳到积水没到胸口的防灾减灾基地的污水里面，还有在北航把战斗机开上了天。跟我合作过的所有编导老师都说这样一句话，说出外景就在张诗雯，往那儿一站就是兵。脱臼考核中的表现更是亮眼。等在上场前，师弟因为紧张而有点气馁时，张诗雯没有用学姐的角度安抚学弟的情绪，而是借用第3人的口吻传授经验，不会让师弟感到说教的同时，还能提高团队凝聚力。我觉得那2位老师确实实力太强了，我觉得以我这个道行，可能问不住人家。为啥访谈要问住人家呢？我说的这个问住是我 hold 不住那个场，我怕被他们的气场压倒。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那个也是咱们学院一位老师，他说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跟被访者实力差距很大，因为你们在一个访谈场里，你就是一个提问者，你的一切都是由你的问题质量所抬咖的，但还是知易行难。正式上场后，发现学弟乱了思路，张诗雯马上承担起主导者的角色，通过快速分工、明确考题重难点等方式，成功推进工作。咱们先一人看5分钟稿，然后再连线这个。我出点上面问题吧。出。各位早上好。6点整，我叫你。时间不太多了。那我们这个你来抓紧看一下，咱们抓紧看一下双人的稿子。那这样吧，我来问第一个问题，然后我播开头中间这2段小的，然后你播中间这段大的，咱们双人的时候。你播2段小的对吧？我播2段小的，对，我播2段小的，直接连到问题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你还有时间去捋一下你的第2个问题怎么问。邀请到劳国林老师，咱们要先想第一个问题。这样吧，先想3个问题。前面的这个，咱们先想3个问题备选，然后其他的问题从他给咱们介绍的情况里面找细节，3个问题绝对够用。甚至在学弟根据提纲发散观点时，张诗雯察觉到不妥，引导避坑。身材是因为大家有身材焦虑，所以喜欢买小号衣服。我们邀请到了老师来连线，我觉得咱们不要先做价值判断，先问他问题，看他能给到咱们什么。一整期下来，张诗雯作为主持人的专业性得到了充分展现，不仅征服了导师和观察室的嘉宾，屏幕前的观众更是盛赞张诗雯是天选主持人。然而第一期如此亮眼的张诗雯，接下来几期的操作直接让观众大失所望。先是多次抛弃对他单箭头的李雨佳，后又在对手进行课题研究时，以探班为由打探对手的进度。哇天哪，我来探班了！你们还在聊啊，宝宝们？对，是的，你们好辛苦，我的天哪！是我们还在查呢，大家太拼了，甚至有点想合上电脑屏幕。你们如何？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也结束了，就大家勉勉强强捋好了。你们自己的内容都整了吗？没有，哪来得及弄？哪来的时间啊？还弄现场了，根本没搞弄。我本来还说就可能我得跟魏回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先回了，还没呢，你还在。第2次课题，张诗雯组失败。节目组呈现出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张诗雯这个组长做的不称职，再加上因为比赛输掉哭鼻子，观众对他的印象大大下降，甚至还延伸出了张诗雯一把李雨佳当做假想敌的猜测，还把第1期李雨佳热情和张诗雯打招呼。结果张诗雯的表情冷淡，以及节目之外社交媒体互动上，张诗雯回了很多 offer 之际的学员，唯独没有回复李雨佳这些当做证据，判定张诗雯这个人比较心机。再加上第2期张诗雯的镜头时长比较多，以及导师只给败组复盘的原因，让好多观众怀疑这期 offer 人选已被内定为张诗雯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传媒觉得不是。网友总是喜欢把女生之间的互动放大，企图证实雌竞的真实性，从而忽略人本身就是复杂的。不管是节目也好，还是社交平台，都可以看出张诗雯是个极其内向的 I 人。通过社交平台的发布数量以及第1条视频的发布内容可以看出，张诗雯的账号是完全服务于节目宣发的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她不是一个喜欢用社交媒体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情感外放的人。所以第1期面对李雨佳打招呼，其实已经到了张诗雯的社交反应的极限。私下视频里她更文静，根本不是网友口中所谓的冷漠。没回复李雨佳也不是故意的，真实情况是李雨佳评论时，诗雯已经下线，导师偏心更是无稽之谈。这点彭真的 vlog 里有提到，他们组也找了导师复盘，只是节目组没有剪辑出来。当天课题结束之后，张谢老师就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对我进行了课题1和课题2的复盘。第2天呢，我们小组内也进行了深度的复盘。突然推开门打探对手进度，这点张诗雯节目播出后也有专门澄清和道歉。唯一可批判的可能就是张诗雯的领导能力没有第1期展现的那么亮眼。但第3期播出后，张诗雯组里唯一好评的王玉在和李雨佳一组后，展现出自己反驳型人格的一面，频频打断李雨佳发言。还好李雨佳这个小太阳不内耗，当场把问题的核心指了出来。还是态度不口语，
我觉得你尽量口语，但是你他尽量口语，我就是有一个。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怕新闻，因为你本身非常新闻，所以说你用这个来破掉它，你就开始玩，就开一点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突然觉得前面的内容咱俩一起来。不要改了，不要再改了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不要再改了，不要再改了。我觉得你把它做强，不要改了。就我觉得我怎么做你都会觉得有问题。也算是侧面为张诗文澄清领导能力不足，毕竟有王玉的组，想要轻松讨论出结果都比较困难。再加上张诗文是个心思敏感且容易内耗的人，面对王玉这种人，简直就是遇到了天敌。张诗文能常年霸榜中传第2，个人能力肯定不可能差，也有为队员托底的能力，这一点第1期和第3期都能看出来。可惜被节目组当做炒作热度的对象，第2期直接放大了他性格上的缺点，才会让观众惊讶为何他不讨喜了。诗文和雨佳俩人都是很好的人，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，网友真的不要被剪辑影响，再替俩人绝交啦。